心化作雪，沾染几缕相思。谁在临摹你的笔迹？落红满地飘过几世风雨，唯有缘分不可抛弃。迷醉梦里掠过几声悲喜，谁在试探我的情意？黑白对弈，各执几厘棋子，输赢难断，爱恨故里。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需要千头万绪我在海里寻觅，花心难离，有太多迷离。手握清风，采摘东篱，一起游过，谁人与我相依？千丝万缕我在海里回忆，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落红挂你，长歌一曲，一袭梦里难言与我别这究竟要怎么破解呢？伟业，伟业，来，喝汤。啊，这是我让张姨特意炖的参茸鸡汤。这么晚了，爹还给我炖汤呢。张姨炖了4个钟头呢，赶紧喝。好，那我一会儿就喝。那我回屋了。好。伟业，你是不是掉东西了？啊？哦，一张废纸，没什么。对了，以后晚上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吃吧。爹早点睡啊。哎。哟，回来这么晚啊？可以出去野了，开心吗？很开心啊。哎，林航景，你别以为我爹什么都听你的，宠着你。要不是三哥在爹面前帮你求情啊，你以为你能去女校教书吗？三哥，谢谢你。谢我什么？我已经都知道了，是你在爹面前求的情，才让我能去女校。我当什么事儿呢？你打算怎么谢我？你说了算。我想去床上睡。杭景，杭景，我觉着我们这不像睡觉。那像什么？下棋，我们中间隔着楚
河罕见。那就对了，防止你飞象过河，一整个晚上，你的手、你的脚、你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可以越过这条线。这话说的，哎呀，林好景，我告诉你，我萧北辰长这么大，敢这么对我的人，唯独你一人。哼，我这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样行吗？挺好。成景女校，新开的女校啊，一学期5块钱，5块啊！对呀太贵了吧？是啊，女孩子上学太贵了，5块这么多，往上前站，大家往后站，那边的退后。哎，三哥，哎，你看，在那儿，杜教官，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杜教官，你们一个个的都成长了。是啊，这么多年没见，走吧，上车聊。走。杜教官，就是这份加密文件。就算能破译出来，应该也需要很长时间，不会耽误你们吧？这无妨，我只在乎这里面到底暗藏着什么。我尽力而为。太感谢您了。您既然来了，那我们怎么也得给杜参谋接个风吧。去明玉院。参谋，我早就说过，以您的才华，不在部队里面，简直是暴殄天物。以后可不只是帮忙这么简单了。哎呀，杭景，你就别忙了，一个报名的都没有，也不知道这报名表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是啊，我们都已经免费3个月了，这学校的水电、桌椅哪样不要钱啊？哎，有人了，有人了，有人来报名了，真的！哎，来，这边。请问你们是来报名的吗？啊，请问你这上的什么课呀？我们2个都不识字，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这上面写的是文化课，主要有国文、算术、英文，还有初级的物理和化学。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做衣裳，还有做鞋子，这些课都有吗？没有。有没有伺候人的活？教不教端茶送水的规矩？我们呀，还想把她送到像您这样的大户人家做丫鬟呢。是啊。其实我们希望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拥有尊严和自由。这个林老师说的什么外国话呀？其实女孩子嘛，早晚都得嫁人，不用当什么女秀才。爸，我想念书。念什么书啊？
家里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闲工夫让你读书啊？咱们穷人家的女孩子呀，将来能嫁个好人家，那都是烧高香了。林老师，要不这样，我们再回去好好想想。走了，我想念书。赶紧回家，赶紧回家，走了，考虑。杜教官，书局2楼的铁柜子里有5张银票，都是万川银号的，1支钢笔，美国派克牌的，还有1本新定增传字典，共12册。我们应该因材施教，开设一些实用课程。满足实际需要，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林老师，听说你们女校招不到学生啊？这才没几天呢，以后会好的。以后？我看你是异想天开。你现在让一帮穷人家的女孩子去读书，他们的心思根本只想着如何维持生计，这读书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别说他们了，就连那些富人家的女孩们，都想嫁个门当户对的，待在屋子里面当阔太太。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所以女人几千年来都做了男人的附庸和奴隶。别说主子和丫鬟了，就连夫妻又有多少真正的平等？要打破这样的禁锢，就是要从女子教育入手。行，那你所谓的平等，到底是什么？是独立。有了文化，女子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实现经济的独立，一切开销都可以花自己的钱，不用卑躬屈膝看人脸色，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被抛弃了就一无所有。其二，就是精神独立。有了文化，女子会懂得自己不是男人的陪衬和附属，不用把自己摆在卑躬屈膝的位置，才会更努力地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前进。照你这么说，那现在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当然有了，我们中国就有唐群英、秋瑾，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大胆参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说线下金陵女子大学的王明珍同学对统计物理学就有了深入的研究。国外呢，还有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她在我们还是清王朝的时候就2度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她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她一个人啊就挽救了无数战争中的伤员。这些女性都是我们新女性最好的表率。那你的意思是，你去教他们读书，他们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当然没有这么厉害了，教也只能是教一些皮毛。不过我希望我们国家能有更多这样熠熠生辉的女性，这也是女校所在的意义啊。哪怕只有1个女学生，也是值得的。小姐，咱还要继续逛吗？这是加曼小姐，回去吧，是吧？反正百货公司也没有什么新款式。加曼小姐呢？小姐，那边是不是在拍电影啊？哎，咱就过去看看呗，凑凑热闹嘛。
哎，行吧，反正横竖也是无聊。让一让，让一让。江曼小姐，啊，导演，你看一下啊，小姐，这个场景啊，那个姐姐我们要好好利用。好漂亮啊！这个镜头呢很重要啊，这句词可以删掉。还有这个，好吧？这场戏呢，主要是突出你和男一号之间的暧昧关系啊，一定把这个氛围啊给我呈现出来。好的。凤琪姐姐，可不做梦，剧本舒怡，杭景，来啦，杭景，你这么早把我们叫过来，要做什么呀？啊，哎，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没什么，我觉得我们之前的招生简章写的有点太文绉绉了，所以我昨晚就把它改了一下。合着你就改这个改了一晚上啊？来，女孩子学会识字，可以看得懂借条、房契、招工的条件，方便自己不会受骗。学会算数，买柴米油盐、布匹鞋样，都可以自己记账算账，不用求人，不吃亏。你们觉得怎么样？很不错，挺好的。哎，是吗？太好了，这就叫对症下药。你写的呀，都是普通人家女孩最关心的问题。哎，这样家长和同学们也会明白念书的益处。太好了，是容易多了。我们赶紧把它发出去吧。哎，行，好。哎呀，没有来晚吧？哎，后面的别着急，等一等啊。还是吧。这么长裤子呀？什么事儿啊？半天没出来一个人。谢谢老师。谢谢下一个。能让你终于报上名了。三少夫人啊，不，林老师，您上次不是让我们回去好好想想吗？现在想清楚了，这书啊，要念。做父母的怎么能白白耽误女儿呢？什么算术啊、识字，还有那个什么理、什么画，我们都让她学。快一点吧啊！还没到。大家不要喧哗，大家不要喧哗。来的人太多了，今天来的每个人都能报上名，好吗？大家不要喧哗了。哎呀，好久了。好了，按个手印吧。好。哎呦，你说这事儿耽误的啊！来，谢谢老师。谢谢了。报上了吗？报上了。咱们再回那边去啊。走啦。您请。又好了一个。哎，魏老师，我有点事情，您能来帮我一下吗？好，你去忙吧。大家不要着急，希望大家有秩序的排队，我保证让你们的子女都能报上名。好。我说吧啊，没想到报名的人那么多哈。可不是嘛，那队排的啊。哎，到前面，走，快走。大家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啊。三少说了，只要是报名参加城景女校的，学费全免。学费全免。以后要是能够坚持1个月不落课的，每个月奖励1块大洋。咱们三少还说了，从今以后啊，由城景女校毕业的女生呢，都会由北新商会出面，为所有的人争取一份工作，让所有人都能学以致用，自食其力。慢慢来啊，大家排好队。张叔，你来了。那我先进去。好，你先忙。三少，您说的是真的吗？只要我们的女儿去城景女校读书，她将来就能去医院、银行、那个航运公司工作，去伺候那些有钱的先生跟太太，是这样吗？那当然，只不过他呀是去工作，不是去做工。等他学了一技之长之后，他呀是去服务顾客，不是伺候，明白吗？明白。是。哎，三少，这些地方将来不会食言不要他吧？
这位大娘请放心，税务局已经在拟定新的政策，凡是录取成景女校的毕业生，每个单位每年免税20%。只要我萧北辰还在北新一日，这政策就不改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拥有更多独立的女性，那么我们身边就会减少很多悲苦的母亲、易碎的家庭以及不幸的灵魂，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教育。所以今天我愿意站出来资助女生的课业，日后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女校，让女生能和男生一样，能够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来，大家排好队，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急。你怎么来了？三哥，谢谢你。没事吧？没事。杭静，杭静，醒醒！来，我们把药吃了吧。啊！张嘴。三哥，你快看看，还是杜教官厉害，已经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还是费了些功夫的，多亏韦毅观察仔细。韦毅说，这个密电是跟新定增转字典放在一起的，每一个英文字母，每一个数字，都与字典的册数、页数、行数、位数相对应，所以就能找到相对应的汉字。经过重新排列组合换算之后，得到结果。现在就算知道内鬼代号，该从何查起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书局一定是内鬼跟康司令的联络站。但遗憾的是，情报单这条线无法推进下去了。既然已经知道了内鬼的老巢，不妨让他自己慢慢浮现出来。你的意思，引蛇出洞？小姐，怎么样？
这可是姑爷昨天连夜让人布置的。你说这是为了谁呀？金香，我看你最近是越来越多嘴。不是我多嘴，是我家小姐和这姑爷的感情越来越好了。三少奶奶，前厅来客人了，司令和夫人叫您过去一趟。谁呀？郑市长家的千金从法国回来了。那不是四小姐嘴上经常说的？小宝宝，凤琪啊，这算起来你在法国也待了5、6年了吧？是啊，好久没见你们了。爹，启，佳曼，杭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你们俩原来认识啊？那太好了。凤琪，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杭景啊是你三哥的媳妇儿。啊，原来你就是三哥的媳妇儿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老爷，哎，那个东大营那边来电话了。哦，好，哎，你招呼一下。好，走，我们进来坐吧。好，走，来，走。前2天啊，在大美百货，多亏了杭景帮我抓小偷，否则啊，我的钱包可就没了。我们家杭景啊，就是热心肠，就爱帮助别人。既然你们认识了，那就好了，也不用我介绍了。看看这俩小家伙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凤琪姐姐吗？小时候我可抱过你们呢。凤琪姐姐真漂亮。凤琪姐姐，我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这次回来你可不能走了，你要好好在校府陪我。你呀，还跟以前一样没长大。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哎，三哥，你看谁来了？小粽子，小卷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好几天了，我可终于见到你了。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外号呢。那怎么能不记得呢？别看他现在窈窕淑女的样儿，打小啊就喜欢把自己裹得跟个粽子一样，里3层外3层的。还说我呢？别看你现在是军团长，小时候一头卷毛，只要梳不直头发呀，就哭鼻子。谁哭鼻子了？你哭鼻子呀！快坐吧，快坐吧，快坐吧。嚯，这什么呀？你怎么还爱喝这草莓味的汽水啊？这多少年了？你小时候不也喜欢喝汽水吗？我记得你喜欢喝的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着？山海关，对不对？看来啊，还是我凤琪姐姐最了解三哥啊。他怎么能是最了解我的呢？我必须最了解你啊！你从小到大都很洁癖，衣服啊、被子啊不能有一点点脏东西。哎呀，我记得上学堂的时候啊，七姨娘来来回回啊给你送了好几趟呢，是不是啊，七姨娘？你说的没错，我们家老三小时候最能折腾人了。你们3个今天压根就是联合起来批斗我。才听出来呀，就是批斗你呢。凤琪啊，爹，在家里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去萧府啊？再说你回来的时候，不也没告诉他们吗？我是拍戏的时候啊，恰巧遇到淑仪了，我根本拗不过她。再说了，我已经见过萧伯伯和七姨娘了。这么说，你见到萧老三和林杭景了？哎呀，你干嘛进去给自己添堵啊？爹，我知道你心里担心什么。其实我这次回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你看我都没有跟三哥讲，其实我是为了我的事业而来的。那这么说，你不在乎萧老三了？我在法国学到最重要的就是法国人的自由和随性，即使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也要祝福他们。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你看凤琪，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不过我今天看他，倒是把老三当哥们儿处了。我就知道你正在担心这事儿呢。那总不能因为长辈的几句玩笑话，让孩子们之间互相生分了吧？哎，怎么可能呢？弄不好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了呢。哎呀，还有啊，你让凤琪住咱家里，也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老郑的怒气。这老小子是个认死理的人，两家多走动走动，正好别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见缝插针。啊，害怕了？牵着我的手。切，我不怕。你看你在我身边，翻腾的跟只小兔子一样，我还能睡得着吗？爹，哎，老三，来得正好，坐下。有件事，正想让你知道。华东第3旅的吴志平来电，说是要想投靠咱们影军。吴志平？他手里可有3000人的加强团，算是员猛将了。那您是打算收编他，还是？就是因为他实力很强，我也听说了。康敬雄最近也一直在拉拢他。如果我们这时候收编了吴志平，必定会惹恼康敬雄。我跟康敬雄不管怎么样，也全都是金都军的麾下，现在也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所以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爹，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您。影军高层内貌似有内鬼，一直在跟康敬勋那边勾搭着。在我驻守火阳关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不对劲。我一直让韦毅还有子俊暗中调查，后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我知道，现在军中的都是跟您出生入死的兄弟，我若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也不敢跟您提这茬。请您过目。这件事情，还请您务必相信我。你的这些叔伯呀，都是我的左膀右臂，今后也是你的靠山。你要记住一句话：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如果查到最后，他们都是清白的，你只是会寒了人心。
更会乱了军心。所以，事情没凿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爹，还望您先不要急着收编吴志平。我希望您跟我演出戏。我跟我姑妈说了，你们家怎么样？淑仪，我们家这边也没什么。你看，那我回头找日子吧。哇，这是送给我的？嗯。哇，真漂亮！快戴上试试。来，这样吧，我帮你。斜一点。这样，好漂亮啊！谢谢凤琪姐姐。很适合你的。哎，对了，凤琪姐姐，你昨天教我说的那句法语，哎呀，太难了，我舌头都打不过弯了。你多练练就好了。你要喜欢法语，我可以天天教你啊。好啊，不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我爱你。等你见了沈大公子以后啊，就可以说给他听了。哎呀，连你也拿我打趣。你知道吗？这是我教你的第一句法语，也是我对你的祝福。我希望你跟他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也能够得偿所愿。凤琪姐姐，你真是我的好姐姐。这件事情只有你了解我，只有你懂我。我好希望你嫁给我三哥，成为我的嫂子。那个林行景，连你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真不知道我三哥到底怎么了，被他弄得五迷三道的。我觉得行景人挺好的呀，美丽、娴静、有文化、有智慧，而且他对贫困的人也很有爱心，让人情不自禁的想接近他呢。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他？他娴静，才不是呢，天天就知道装模作样。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三哥，真是为我三哥打抱不平。什么意思啊？凤琪姐姐，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林行景啊有个初恋就在北新城，而且还是个卖风筝的小子。卖风筝的？对啊，你说他好歹吧，也算是个书香门第的千金，怎么会跟一个卖风筝的不清不楚的？不过呢，人家吧倒是也有名有姓，叫木子正，但是我听说他后来好像不知所踪了，应该是把林行景给抛弃了吧，所以啊，他这才改口要嫁给我哥，你说气不气人？更过分的是，我哥居然毫不介意，答应要娶她。那林行景，我左看的不顺眼，右看的不顺眼，我三哥是不是疯了？怎么会这样？就是啊，千真万确。司令，我美吗？你头上戴的什么鬼东西？Je t'aime, je veux battre mon cœur。淑仪，你说的什么鬼话呀？你别把自己的舌头给咬着。七姨，你这就土包子了，这是法语。行了，行了，大白天的在家里胡言乱语的，这哪儿拔的野鸡毛插在头发上？成何体统？这怎么就是野鸡毛子了？凤琪姐姐还夸您开化呢，我看你就是个老顽固。我跟你说啊，你呀也学学你三嫂，做任何事情都有模有样的。你看人家那学校办得多好啊，我一出这大门，人人都夸。爹，您忘了，您一开始也不同意他办学校的，现在外面夸的人多了，您就开始飘了。哎，淑仪，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怎么跟你爹说话呢？我看呀，就应该把你送到行景那个学校，好好的学一学。
我才不给他当学生呢！想得美，不去。Je t'aime, je fais pas de mon gars。疯了。已经8点了，那人怎么还没来？不会不来了吧？吴志平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这个人一定会出现的，盯紧点。是。盯紧戴帽子那个人。5分钟前路过一次。是。就是那个人，抓住他！抓住他！站住！老板，你说外面是怎么回事？这么大动静！那边包抄，截住他去路，追！站住！快点！人呢？没看见啊！去那边看看。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谁害怕心痛，否认心动？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至少一次飞